好，刚刚提到了安氏之乱，真正的是卡到了脖子哈。那先前呢，不管是中方也好，美方也好呢，这个话都非常的狠啊。美国要祭出100%的关税对中国大陆，那中方则是说呢，我就卡住你的稀土。但后来看到双方呢都各自画下了这个休止符。好，那这次呢，在 APEC 中美会谈被认为是最大成果之一的解禁稀土管制啊，现在又有了变数。怎么说呢？因为路透在7号最新的报道说，大陆方面呢已经着手设计新的稀土出口许可制度，目标是要加快审批流程，而且促进出口。但整个的放宽幅度啊，不如美方所预料或预期的这个全面性的解除限制。路透也引用了知情人士表示说呢，目前大陆方面正在设计新的许可制度，整体方案要几个月才能够定案。反观在欧洲这边啊，这个欧盟贸易专员叫做谢夫乔维奇，他表示说，欧盟已经跟中国大陆建立了稀土的特别沟通管道，确保欧盟产业所需要的关键稀土材料的供应是畅通无比的。双方也正在讨论设立通用许可证的机制。而大陆商务部发言人也表示呢，中方和各方都在加强沟通合作，会不断的优化许可的流程。不过还是那句话，要时间哈。那么北京方面现在还是紧握着稀土的关键牌啊，对美方是采取拖字诀，对欧盟则是宽宏大量哈。当中的战略逻辑，周老师您怎么看？好，其实你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中国大陆整体的战略呢，就是拉欧援美那当然，中国大陆跟美国因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变成欧洲成为两方都要争取的一个对象。那欧洲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下呢，它面临这个高通膨，它面临原物料的这个短缺，它当然会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一方面，它能够有更稳定的一个供货来源；二方面，它也可以寻求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配合跟合作，特别是在施压乌克兰问题上。你可以看到，在俄乌战争之后，欧洲的几个领袖，像马克宏或者像当时的这个德国总理都陆续访问中国大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可以扮演杠杆的角色。现在就是中国大陆针对稀土这个问题，跟德国跟不止德国啦，就整个欧盟能够建立这个管道。重点还是在于第一个，欧洲在这一段时间，从中国大陆4月设定这个就是设置这个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以来，欧洲有2000个申请案，只有过了一半，所以对欧洲来讲影响很大。特别是欧洲因为要发展它的军火工业，一方面援助乌克兰，二方面川普要求他们就是提高他们的军火供应，保护自己，所以这个就受到稀土的直接影响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也很迫切的需要在稀土这个问题上能够克服。那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如果欧盟跟美国站在一起，中国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不管是高科技的这些产品也好，或者是就市场的进入也好，所以当然它是能够拉欧援美，这个当然是符合它一贯的战略。那进一步来看，当然其实欧洲跟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其他未尽的谈判议程，比如像过去的电动车的倾销比如像说中国大陆在对欧洲的投资。这些部分其实也是中国大陆跟欧洲要寻求一个合作，或寻求化解这个歧见的地方，所以双方合作的潜力还是蛮高的。中国大陆当然也看重欧洲的这个潜能，对，就看怎么谈哦。刚刚特别提到大陆方面也特别提到说，我们会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审批的程序流程。好，那说到这个关键的稀土材料呢，其实中新社有一个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院。这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一个朱建喜研究员团队，他们首次观测到了稀土在乌毛蕨这种植物组织细胞之间会自我组装，形成一种叫做蓝毒居石的矿物。这个报道也指出说呢，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在天然植物中发现稀土元素的生物成矿现象。那么产生的这个蓝毒居石呢，是工业上重要的稀土矿石。相比天然毒居石，常常伴生着放射性的像铀土这些元素那么在这个乌毛蕨内所生长出的生物毒居石，它有优势，就是纯净，而且是没有辐射。这个没有辐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常讲说稀土，刚刚特别提到提炼上面呢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还有就是它有放射性所以这个会不会是未来稀土资源的一个新的路径？张老师。
首先看到这个新闻跟看到这个论文发表，其实是觉得很酷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摆脱了，也许现在可能会被美国或被中国卡脖子，或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窗户吧哈。可是我们再换个角度想说，第一个啦，他的文章是指出他是从植物中发现。在这个蕨类里面会合成这样子的稀土的元素出来。那我们在想说，第一个，从这个植物里面会有多少量的稀土元素？再来就是说，它的合成的速度有多快？那在通常植物合成的东西，它的纯度很高，而且很相对单纯，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它只是为了做文章发表，那其实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很多国家，老师为了升等、为了发表，它其实有它一定的 paper 压力。那再来是也因为最近是稀土战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去找一个比较好发文章的题目来去做论述跟开发。那换句话想，我们把比较负面的讲完，我们现在讲比较可能的，也算是好处，就是第一个，如果今天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植物，知道它里面会产生稀土，对，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化学的方式去合成它？我知道它的机理，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合成？那如果今天这个合成的方式建构出来之后，它可不可以大量的工业化？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向。那过去其实在中国大陆有去养很多的有藻类，然后去在沙漠，他们说反正藻类只要二氧化碳跟太阳就可以活了，他们就在沙漠里面去不断的去养藻，然后去试着去榨油，因为之前在油被美国卡脖子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目前看起来是刚开始，那实际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毕竟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路子。好，就这个论文的发表来看哈，我们进一步要问的是说，因为朱建喜研究团队啊是在国际期刊，就是《环境科学与技术》这个期刊上面发表他们的成果研究的论文啊。那从中国大陆的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他们先前所发布一份报告，叫做《2025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的是说，中国热点论文的数量其实非常的多啊，世界占比。第一次过半，达到53.2%，在世界排名目前是暂时保持第一名。高度被引用的论文数量呢是世界第2。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呢是指发表在经过遴选的，就是全球各学科代表性的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那这一类型的期刊呢，必须要同时符合像是影响因子和总是被引用次数都是在这个本学科把摆在前10%的，意思说它有它的公信力跟权威性哈，跟这个每年刊登的学术论文评述文章数是大于50篇，要符合2项标准，你才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一个学术期刊。所以左老师从研究论文发布跟研发实力之间，我们如果看这个关联性的话，怎么看中国大陆在研究论文的发表上面一些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事实？好，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成果的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讲原因。成果的部分里头，我们看到就是说，不只是说我们今年刚刚出来的数字，说中国大陆的所谓的热点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世界一半，那他在所谓的高引用，因为我们通常看一个期刊，一个学者他的影响力是看他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嘛。这些高引用的，它指的是说在全世界前1%的这一些人。对，那这一些人的数量，中国大陆呢也是占了全世界39%。所以整体来说，大陆的这个学术生产量是非常惊人。非常非常惊人。那这个它反映的是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大陆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博士生产。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博士生产制造机那以前是德国啊、美国，现在中国大陆。然后它一年有40多万的这个博士后，那同时呢，它又是所谓的非升即走，非常严格。那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呢，所以它的这种压力很大，那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因此它的这个生产拼命发表论文，非常惊人。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哈，大陆其实从过去10年以来就可以看到非常显著，就是它的这个专利生产，它的整个就是说，不管是商标啦、专利啦、营业秘密这些部分，很早就是全世界第一了，就超过美国，这已经是一个中期的现象了。对。就是他很积极的向海外去申请这些专利啊、营业机密啦，或者是生产这个，或是商标啦，所以这个部分那是一个很长期、已经中期的现象，就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左老师研究政治嘛，社会科学，那这个姜老师是科技方面的话，那你怎么看说中国大陆的期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的所谓的研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他们研究包含老师、教授之间，其实也是高度的内卷化。那怎么样子知道这老师的绩效好不好？很快就是看量化指标。那量化指标最后看就是看你发了多少论文，或是你找了多少国际学者，或你找了多少台湾人去这个学校去服务。那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子去让大家比较具体知道说他们到底内卷到什么程度？那台湾大家知道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到教授，就可能是再来是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那大陆其实是很麻烦的，因为台湾的话是要外审，那大陆的话就是学院内审完之后学校自审。那其实变成说，第一个你要很有关系，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的文章得大家互杀，整个学院或者是其他全校的类似领域的老师互杀。那所以他们是从助理教授升上去到副教授、正教授、3级教授、2级教授、1级教授这样子升上去。那你2级教授以上每年都要到省里面去评，你如果不行的话，你会调回3级教授。那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这样子的压力。那同时他们的科研经费是怎么样？你研究课题组大，你才可以收学生。对。那台湾是每个老师都可以收硕士、博士，他们是有分硕士点跟博士点。那你钱越多，你课题组越大，他就会把其他不行的老师的空间给吃下来。所以这样换句话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内卷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会真的是从中这个挑出佼佼者啊，这个厉害的 best of the best 哈。那《华尔街日报》最近也有一个报道哈，我要请教上志哥的，就是说有报道指出说，锂电池还有成熟制成晶片，还有医药原料药这3个大领域哈，同样也占着未来有可能会卡脖子的掌控地位。因为目前呢，全球前2大电池生产商都是大陆企业，包括我们知道的宁德时代、比亚迪。那就算呢电池是在其他地区生产，核心元件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哈。所以您觉得说中方会把这个管制项目，因为现在手上有非常多的牌，包括稀土也好啦，刚刚我们提到的安史之乱也好啦，现在哈包括锂电池、成熟制成晶片，还有医药的原料药哈，接下来好多牌啊。现在锂电池对不起，稀土当然公认这是绝对的，对全世界都掐脖子，而且你赶不上。至于刚刚讲，后来在资本市场华尔街都还讲你刚刚讲的3个哈，锂电池、成熟制成晶片跟医药，是不是可以卡脖子呢？是，但是都不能跟稀土比。首先我们倒过来看。医药原料其实在中国大陆来讲，要知道医疗市场、医药市场全世界，我们知道辉达、礼来这些都是你知道，但这些的药都他们开发的最赚钱。中国供应的原料基本上都包括止痛药、维他命、抗生素，都是基础性的，量很多。那因为都基础性的，所以事实上从中国包括订购的或者是走私的，最后去做毒品的就比较难控制。是，所以虽然它占的比重很高，可是它真的不是掐脖子的，不是产业上，而且你真的把人家控制到止痛药，美国国民都在哀痛，也会恨你中国吧，所以不太动了哈。成熟制晶片是这样子，中国大陆主要是真的够便宜，量又大，但是也不是绝对。我们看中亚洲地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越南也都有好多，像包括联电转投资的做成熟晶片。这次像安旭这个晶片问题，台湾就立刻说，有转单效应。股市就涨了一波，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办法全部被取代，只是因为中国太大了、太便宜。如果断供的时候呢，其他还是有人会做。所以我们现在看锂电池，那锂电池真的能掐脖子吗？原来我因为毕竟过去在帮李嘉诚先生做锂电池哈，我非常非常理解是这样子。过去可能是，但现在刚好在一个微妙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锂电池目前来讲，全世界就磷酸铁锂电池跟3元电池，依照不同的密度，有的是做电动车。
车，哇，它必须电池密度高；有的是做储能，比如说放在沙漠当中，安全的考虑。所以其实锂电池还有很多的变化。是，可是呢，从2005年正式推出锂电池市场20年嘞，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新闻中看到锂电池在转型。对，有人说馏电池，对吧？因为更便宜；有人说用其他的绿电池，乃至于说最近连中国，我们看中国最近也开始重新推绿。对，氢电池、氢动能的，包括电动车跟等等，包括高速铁路都要用氢来推动。所以这些，我觉得主要是现在锂电池来到了一个刚好应用材料科学的一个转换点，再找更便宜的，因为锂真的太贵了。而锂呢，锂电池中国最多、最顺手、最便宜，但无论锂矿或在精炼提炼锂，其实中国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是，所以现在量，我们刚刚讲，包括中国这边都是量又大又便宜又好，闭着眼睛跟他们买到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比较头疼。但不是像稀土这样，所以呢，我觉得锂电池也开始进入。所以未来如果有最近像包括韩国、日本都因为他们的电池能力很强，都说开始有新的馏电池，因为成本太低了，一旦开发出来的时候，可能刚好就是一个转换点。掐不了脖子了。讲到掐脖子、卡脖子啊，最近这个川普宣布说要降低这个减肥药价，都是卡住了美国药商的脖子啊，因为药厂代表当场昏倒。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